老同学记得吗？老同学记得吗？这是什么人的式子？女生的，这是女生的式子。女生在对敌的时候，她不会跟男生去争高，她是抢低，她是抢低位抢低位。她从这个式子，她从这个式子可以做很多腿部的变化从这边这个是你说重心在这个地方吧，可是呢，它要能变，所以它从这个地方变成什么？变成前扫堂。它从这个地方一转，变成后扫堂它从这个地方呢一落地可以变成蹬所以它从这边可以施展出很多的腿法，然后它从这个地方低位过来。女生在打的时候，手上都有东西的手上那个我们讲的手蛏子，或者小刀，或者发簪，或者地上面一蹲下去，地上抓一个石头。所以当他这个式子一做出来的时候，这个手是长着的。别人男生进来要打他，男生进来从这边的时候一转身就是这边就是这边。所以他的攻击都在腿部，所以在这边他的攻击起来就是这个，他又打了，再下来又是这个，听不懂？所以他这个女生在打的时候，不会跟男生去拼力的，不会跟男生去拼。现在很多在打斗的时候练国术的，跟练散打的打，有一个很错误的，跟对方去拼头，去打头然后对方又比他高，又比他壮。他跟别人去抢头，你是弱的，人家打头是他们的习惯，这个目标在他们打那个的时候就已经很熟练了，你不要把这个当成他的目标嘛。所以要抢什么？弱对强嘛。弱对强要抢什么？抢下半身，抢下半身。所以你要在低架的时候你要活所以他在这边一下来就打这边所以这边一打的时候一转身，所以又来了所以高低转动都在这个上面。所以你要把这个式子蹲着什么？蹲着很自然。你要从你的常态的式子，我很怕，啪一蹲就下来了。所以这个起落进退都要快，所以要把这个式子蹲得很熟练。你不能一蹲变成这样子了，这样子的式子一推你就倒了。听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在传统是很重要的，弱对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式子尤其女生以前她穿裙子，她更需要这个以前的女生当然国术基本上也是这样子。他不踢高腿的他不踢高腿，女生尤其不能踢高腿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是女生的骨盆
底下的地方比男生宽，是吧？所以它这里的角度啊没有那么大，它这个髋关节的那个可以做的自然做的角度没有那么大的。第二个就是以前所谓文雅嘛，就女生腿抬那么高是很不文雅的动作啊。所以女生练的都是什么？都是低腿，然后你的单腿起来，像这种的单腿起来，人家起腿你往下面一矮的时候，底下全都是空门，而这个空门有最重要的要害啊，所以由高变低，低变高，这个训练要你们可以做的。当然有血压高的做稍微慢一点，你们平常就要练，晓得吗？就是你在家就突然变低了，突然变低怎么做？松掉，突然一松往下一坠，晓得吗？那个，所以你的那个重心分布啊，你的姿势要做得很准。要做得很准，你们常去练，突然下去，突然下去，走一步，突然起来，突然下去，走动起来，突然下去，伸腿做一个前扫堂，突然下去，伸腿做一个后扫堂，突然下去做一个踹，做一个踢，这些东西全都要练的。我年轻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什么？都是属于基本功啊。所以后来年纪大了比较少教了，尤其用到什么？用到臂手、手撑子这些东西近身的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个动作更是重要的基本功，听不懂？我跟你们讲，看那部电影，那个捕风追影，是不是？捕风追影，他把用匕首的一些观念、一些手法表现得很好，但是他没有这个，他表现出了匕首是一个暗器。是一个暗器的这个观念，可是这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我手上没有东西，他是匕首放到口袋里或者哪边，他要去拿，是不是？啊，这个不是，以前匕首放哪边？一个放腿上，一个放腰上，啊，或者你放在这边。在衣服内，不管你放在哪边，身上哪边，当你一下去的时候，这就是拿腿的；一下去这拿腿的，一下去这拿腰的。啊，那以前拿腰的就是我穿这个样子，匕首在这边，所以当我一下去的时候，这大拇指这样子，大拇指把这个衣襟一挑，就拿出来了，听不懂？啊，所以有很多一下来一抱头，法簪子就出来了。所以你藏的这个柿子，除了防御之外，它是你拿这种暗器的一个预备式啊。所以这个东西要练得很熟，这是。弱对强的，可以一招克敌的啊！所以你看，中国武术里面有很多的招式，像我们炮锤里面不是有这个式吗？这干嘛？他也可以捞腿啊，可是他要求你什么？要求你一定要下来，手要到这边来。为什么？下来拿刀子，
下来拿匕首。有些你看中国武术里面有很多，他一打，他这边叭一转身，手从这里过，一转身过来，啪，为什么要从这边过？拿刀子，晓得吗？有的是啪啪啪，手一踢，手要去打腿，为什么要打腿？拿刀子啊！所以中国武术有很多这种东西，它是藏在里面的，它是藏在拳里面的。你纯粹用空手来理解它，常常你不知道那个手在那边是要做什么用，你会觉得是毫无意义的，毫无意义的。其实它是在拿东西的啊。那这个式子，我跟你们讲，这个式子是拿暗器，拿什么东西？比方别人你在街上或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街上太干净了，很少捡到东西的。但凡你看到一个铝罐子，或者一个玻璃罐，或者一块石头，或就算一个小棍子吧，你看到你要怎么捡？你要怎么捡？你不能说你走到那边去弯腰去捡起来，人家一上来一踢你屁股你就倒了嘛。所以这种东西都是什么？都是这边我啪一下去，这个时候捡了，藏着，这样不懂？所以手为什么要藏？一个是变小，第二个是手上有东西。所以在传统武术，你但凡看不到对方的手，对方的手是藏着的，你就要假设他手上是有东西的，晓得吗？所以练武的时候一照面，双方这样，就是让你看我手上是没有东西的所以并不仅仅是行礼，不是仅仅是行礼，就是让你看看我手上没有东西，能不懂啊？所以要把这个练熟，把这个练熟啊，多花点时间嘛。那现在天变凉了啊，天变凉了嘛，那这个多练习也促进那个下肢的循环，晓得吗？好，那这个练习就先这样子，你们记得就去练。好，再往下，那个旋腕旋走跳过，变松开了。一开始难蹲是有些肌肉它紧嘛，它不愿意下去嘛，它把你拉着，心理上都会抗拒。对，我发现意外的收获。看一张影片，老师他们都很喜欢蹲着。以前我也都喜欢蹲着。要我说，以前的人上大号嘛，那是很自然的动作啊。对啊，你试试看啊。对啊，很有效果。然后要接那些什么地板的、扫堂的，就比较自然。啊，对啊，对。你们练这个低桩啊，练胯哈。我以前练啊，就是把它跟那个做家事把它结合起来啊，就是你要扫地啊，你要擦地啊，你要擦地，你要弄地上，你就蹲着出去，然后走，这样擦，然后再走擦。啊，就是练啊！这样擦地板，我10分钟也擦完，这擦半个小时擦过。练啊，就是借那个来练啊，不然你不要把练当成是一个单独的东西，你知道吗？你把练当成是一个单独的东西啊，我就说，你如果把练习变成一个单独的一个训练时间的话，它是在你的生活之外的，这样有没有懂？它在你的 schedule 里面占一个时间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它是在你的日常生活之外。
那你如果把它跟你的一般日常生活每天要做的事情，或者常常要做的事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觉得它是在练了，你只是用这个方式在做一般的家事。比方简单的刷牙的时候站骑马步啊，洗碗啊，是不是？洗碗一般那个都太低嘛，对男生来讲太低嘛，你就站骑马步洗啊。所以生活里面很多东西，你可以把基本功的这个东西啊放进去，变成你日常生活的一种，你是换一个姿态来做日常的这样的事情那你平常擦地5分钟擦完，你就纯粹是擦地嘛，你的目标在擦地嘛，那也不会擦得太干净啊，是不是？然后你把它练成我是在练胯，我在练桩的时候，你擦地擦的时间长，可是你的目标是在用这个在擦地所以你要想办法，把它变成你的生活。很多东西都可以结合起来的，你要去依据你的生活习惯去做结合。因为我教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使用身体的方法嘛，都是使用身体的方法。你做家事，你做任何事情，它也是一种使用身体嘛。你就把你学到的这个使用身体的方法放到那个工作，或者放到那个娱乐，或者放到那个你日常做的东西里面去。它就不是一个训练。如果观念里面练拳是一个训练，有时候你会产生抗拒，是不是？太累了。比方我下班回来，你下班回来，比方你要说8点到9点，或者吃饭前6点到7点，你这个时段嘛。那有时候你回来晚了，变成7点15分了，7点15分了，已经过了7点了，算了吧，今天不要练了，是不是？所以不要把它看成是一种训练你越能融合这个，你就可以练得越好。每一个东西不一定要练得很久，但是你要练对。就我说你们蹲下来这个东西，你把它练对，让这个对变成一个习惯，你的身体的一个认知就好了。至于说你可以下来的多快，你可以起来的多快，那个东西你有兴趣再慢慢练，听不懂？所以先把它做会，先把它做到正确，然后再来追求强化